前天小鹏 G9 正式上市了，配置和价格公布之后呢，大家的评价有一些褒贬不一。那小鹏呢也第一时间根据大家的反馈做出了一些调整，配置呢被拆得更细，同时呢取消了大部分选装，而且价格呢也便宜了一些。所以不知道这个方案呢大家满不满意？那本期视频呢我们的重点还是来聊一聊发布会上被大家遗漏的一个点——语音。2020年，小鹏1024科技日上，全场景语音 NGP 导航辅助驾驶首次亮相。亮相之后，不仅成为了行业模仿的对象，也改变了我对智能的理解，更改变了我的用车生活。但是回头看看啊，已经2022年了，这些功能呢，似乎还是这些功能。这个行业的头部也不过是刚刚追平了 P7 的水平，更不用说还有大批不如 P7 的。所以 P7 的状态就是语音的天花板吗？ P7 的语音已经做到绝对好用了吗？答案呢必然是否定的。那 P7 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吗？说实话，我有点缺乏想象力，所以不如让我们从更强的 G9 开始看起。在介绍 G9 语音能力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语音？把目光呢放宽一点，可以发现啊，语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语音控制的电视、语音控制的家具、语音控制的输入法，大到汽车，小到手机、音箱，都开始具备了语音控制的能力。大家理想的状态呢，都是把语音助手打造成一个接近真人助手的能力。对于厂家而言，不需要绞尽脑汁设置复杂的功能菜单交互；对于用户而言，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这个就是最符合人类直觉的交互方式。从这个维度来看，在汽车这个大量功能的集合体上，保留部分常用的物理按键和触控操作，让语音上车提供一种新的交互方式，怎么听都不像是一件坏事儿，而且这也是唯一一个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操作的交互方式。但是语音这种交互方式迟迟无法得到认可，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不够好用。听不懂我说的话，不能帮我干我想干的事儿，交流起来太费劲，人多了不能一起用，等等，都是当前语音助手存在的问题。为了评价出 G9 语音到底好不好用，我们呢可以从语音的识别率、语音能力范围、语音交互效率、多人语音需求4个维度进行测试。语音功能的基础是具备足够高的识别率，也就是说它能听懂我说的话。考虑到常规的车控指令呢，可能没有什么难度啊，所以我们准备了20个刁钻的地名，20个中英混合的歌名。同时呢，我们会在行进过程中打开车窗进行测试，模拟一个难度更高的实际使用场景。OK， 然后我们现在呢来测一下小鹏 G9 的语音的识别率怎么样。为了给它增加一些难度啊，我们把车开起来，创造一些噪音，然后呢再打开车窗。你好，小 P。打开全车车窗。全部车窗正在打开。最终40个指令只有2个失败。导航到 Find 158地下广场。导航到未来中心。结果是第几个？这个能力在我看来呢，也只是符合预期的水平。想要做到全场景可用，我们呢需要把难度再提高那么一点点。OK， 然后我们现在呢拉了一车人过来，做一些有挑战的啊，你们聊天啊，尽量给它增加难度。这也是我们日常用车中非常真实的一个使用场景啊。在这种场景下，导航还能正确的识别，非常好用的话，那才是一个有价值的语音。来吧。兄弟们，最近打算换14吗？导航到上海南仙雅大酒店。你现在是什么机型？13。结果是第几个？对。导航到龙岩马仔烧味。14还是换14 Plus 还是换14 Pro？结果是第几个？结果呢和刚才一样啊，音乐识别全部正确，地名识别呢错的和上面一样，哪怕是32个字的超长地址都一字不落的识别了，点赞啊！导航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大南沟乌兹别克族乡。就是其他甚至XR都更新了，我都没有。结果是第几个？他说的不太。具备了听懂的能力之后，下一环呢就是能干。这一次呢，我们设置了30个指令，覆盖了常用的导航、多媒体、车控等设置。颗粒度呢细到了地图朝向、音乐的快进、座椅的高低调节。能力上呢，基本上你有调节需求的，它都能满足。另外，考虑到现阶段语音一进地库就没法使用的特性啊，我们还把 G9 开到了 B4层的地库，进行了无网络的测试。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 B4的地库呢，依旧有着不错的4G 信号。如果大家知道上海哪个地方的网络信号比较差呢，也可以在弹幕里分享给我们，这呢可能会成为我们新的测试场地。能力上，只要不涉及到网络搜索的 G9的语音呢，都可以在无网络或者弱网络的状态下正常使用。这一点呢，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现在具备了听懂和能干这2个基础之后呢，这个语音就已经具备了功能基础了。但是想要做到好用，还得具备足够好的交互效率。首先，在部分简单的功能上呢，物理按键相比语音控制呢，在效率上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在用车过程中，你对车的需求呢，可能不只局限在这几个功能。为了全面对比 G9 的语音效率，第一项测试呢，我们设置了5个上车之后常用的指令，并且呢，会测试 G9 的设置用时和一台无语音功能车型的设置用时。考虑到无语音功能车型的车机导航呢，可能并不太好用啊，所以我们也为了充分模拟实际使用场景，允许使用手机导航设置。最后 G9 完成这一套操作的用时呢是70秒，无语音车型呢配合手机使用是75秒。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 ，G9 似乎并没有碾压的优势，唯一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设置，效率上呢更高一些。但是这个速度呢也确实和现在的 P7 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天草草完成拍摄之后呢，我和小鹏的朋友们反馈了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我们的 PT 试制车还没有上最终版本的软件。沟通之后呢，小鹏的工程师呢也提前给我们推送了测试版本的软件。这一次终于打开车窗，打开座椅按摩，车窗关闭20%，座椅加热，氛围灯改成白色，座椅矮一点，关闭了。打开蓝牙，打开了。座椅往后移一点，打开中控蓝牙哦。打开后雾灯，下座椅向雾灯打开。空调对角吹，内循环。G9 语音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呢就是快。为了做到这样的速度呢，小鹏的工程师呢从唤醒到响应，从识别到理解，1秒1毫的扣时间。首先呢就是唤醒速度，在大部分车型上呢，使用语音都需要先唤醒再下指令，这一来一回呢，少则3秒，多则5秒。这样的使用逻辑下呢，效率就不可能比得上物理按键。而且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啊，最烦的就是你好小 P 小爱同学唤醒的这一下。很多社恐的人面对语音助手不想开口呢，往往就是卡在这一步。在 P7 上呢，我通常是按下方向盘上的语音按键，然后呢直接开始说指令。但是在 G9 上，小鹏呢实现了全时对话，你可以不用唤醒，直接下达指令，系统呢会自动判断你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和语音助手说的。导航到上海南仙雅大酒店。结果是第几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你在家只有你和你对象2个人，他突然跟你说帮我倒杯水，那毫无疑问啊，这句话就是对你说的，不需要先喊你再让你去倒水。而且如果你这句话没有被小 P 执行，你也不需要再次唤醒，然后再说一次指令，只需要再喊一声小 P 就可以了。这一点呢和人真的是太像了。打开冥想空间，小 P。正在为您把座椅等座舱环境调整至舒适的状态，开启你的冥想时间。当然，实现这项能力的背后呢，需要系统一直处于识别的状态。这里呢，就存在了老生常谈的隐私问题。关于这一点呢，小鹏的朋友呢也表示啊，首先所有的音频呢都会储存在本地，其次呢，非指令相关的音频呢会在5秒内进行销毁。那说完了唤醒，下一步就是识别了。大部分语音助手受限于芯片的算力，都是将语音上传到云端进行计算，而小鹏呢，则是把大部分识别呢都放在了本地。这也是为什么 G9 可以在无网或者弱网的状态下设置。少了上传和下载的过程，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响应快，弊端呢就是对算力和算法的要求高。8155的车很多，但是做到这一点的呢只有小鹏。识别之后，下一步呢就是理解了。在传统的语音助手上，乘客呢需要说完指令，系统呢才会进行识别，拿到识别的文本之后呢，再进行理解执行。这个逻辑呢看似十分合理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人是怎么处理的。我说出一键，那你可能已经想到3连了，等我说完一键3连，你就可能已经完成一键3连了。开个玩笑啊 ，G9 上小鹏参考了人的思考方式，小 P 呢可以一边识别文本，一边实时理解查询数据，在乘客刚刚讲完话的一瞬间，所有理解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呢就是流式理解，在这种逻辑下，交互的效率呢自然是远高于上一种的。然后在指令的下达上，你现在呢可以一次性下达4个毫无关联的指令：打开空调，打开车灯，打开内循环，打开自然风。好的。空调一打开，帮你把近光灯、
内循环和自然风打开了。还可以随时打断小 P 下新的指令，限制更少，效率更高。驾驶模式调到运动，打开 QQ 音乐。这一套努力下 ，G9 的语音呢也向人类再靠近了一步。最后就是多人交互需求了，毕竟 P7 是一个适合2个人来开的车，而 G9 呢是一个适合4个人出行的车，让前后排的落差太大呢，肯定是不合适的。在理想ONE上首创的4音区语音打开了多人交互的先河，虽然定位到人可以根据不同位置成员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执行，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仍然是充满层层桎梏的。理想状态下，应该是一个语音助手具备耳听4路且3头6臂的能力，可以同时满足4个乘客的要求，把对人的限制降到最低。在 G9 上呢，小 P 就可以做到同时听4个乘客的指令，同时执行4个操作。OK， 我们现在呢测一下它的4音区语音。之前的4音区语音呢，只能够是听4路，但是只能去交互1路。现在呢，它能够做到4路拾音，4路交互。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拉来了我们的小伙伴。座椅往后调一点，关闭车窗再大一点，关闭座椅加热。车窗开的再大一点。就这还不够啊！还记得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免唤醒全时对话吗？ G9 支持4路，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随时下达指令。打开车窗，打开座椅按摩，车窗关闭20%，座椅加热，氛围灯改成白色，座椅矮一点，打开车窗，座椅高一点，关闭车窗，座椅往前一点，打开后备箱，打开座椅通风，氛围灯红色。主驾座椅通风。谁开了后备箱？没有我。这背后不仅仅是耳听4路的能力，小 P 呢不仅需要听，而且还需要实时判断、理解、识别出对自己有用的指令。这真的有一种人类被机器超越的感觉啊！一车人在聊天的时候，小 P 真的不会有被念經的感覺嗎？你咁樣亂咁掟嘢係唔啱啊！嗱，我考未完就掟咗支棍啦。月光寶盒係寶物嚟噶嘛，你咁亂咁掟會染污環境㗎。又會掟親啲小朋友，就算冇小朋友，掟親花花草草都係唔好嘅。最後，小 P 呢還會關聯全車的對話，做到跨音區的繼承。關閉座椅加熱，小 P。主駕座椅加熱關閉了。我也要。副駕座椅加熱關閉了。我也要。左後座椅加熱關閉了。上面就是 G9 語音的全部能力了。需要明確的是，在正式交付的時候呢，上面提到的這些功能呢，都會有節奏的通過 OTA 推送，同時 bug 更少，速度更快。相比 P7 ，G9 能力更強的背後是機器呢迎合了人類一步，這裡真的有一點賈維斯的感覺了。現在智能這個詞呢有一點被用爛了，什麼東西呢都在說自己智能，一些工業垃圾有個語音助手，有個大屏就給自己貼上了智能的標籤，導致智能成了大屏和語音的代名詞。但是回歸本源，智能最核心的價值是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方便，是淡用難回的。在 G9 上，語音呢只是這台車智能的一個體現。在座艙的空間上，雖然小鵬呢也是冥想空間，但是除了一個指令可以讓座椅躺平以外，音響裡自研杜比全景聲音源的白噪音主動響起，氛圍燈香氛，空調也隨之主動調整到最合適的狀態。智能呢可以讓我們以一個最低的操作成本換來最好的小氣體驗。在輔助駕駛上，我們已經在廣州體驗到了城市的導航輔助駕駛，感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回顧一下啊。而基於 G9 更強大的硬件，小鵬呢希望做到實現無人駕駛前輔助駕駛的終極形態。G9 在智能化上的思考呢是超前的，這些超前的思考呢也確實讓車主可以獲得更加超前的體驗，同時讓技術的價值真正體現在用戶實際用車的場景中。這樣的技術價值不只是座艙，也是智能駕駛，從上車到下車每一個細節的智能體驗。而這些智能體驗的背後是全新電子電器架構和小鵬從 G3 到 P7 再到 P5 上的積累。這些東西確實很難通過一段文字、一段視頻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它的價值。我們能做的只是盡量還原我們最真實的使用體驗，而小鵬能做的只是在每一個產品上都配備這樣的智能，同時傳達給每一個用戶。榮幸的是，我也是被影響的其中一個。
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来一个一键3连，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如果你在使用语音的过程中呢，碰到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这期视频的评论底下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呢可以把它纳入到我们测试当中。非常感谢。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打开空调，打开车灯，打开内循环，打开自然风。好的，空调已打开，帮你把近光灯、内循环和自然风打开了。